站住！不认识我？新来的？郎君，等会儿，匣中何物？没什么。你好啊，你敢偷贵妃赏赐的步摇啊？这是娘子让刘元英献祥瑞使用的，收到就是坏的。我现在修好，要着急送过去。你偷东西还这么多理由？跟我走！你放！别废话，跟我走！元英娘子，元英娘子怎么样了？是啊，再等等。那也没有别的办法。是啊，真的，肯定没事。怎么回事啊？不是都安排好了吗？媳妇也不知，但想来也不会出什么差错。婆母别急，吃点点心，少安勿躁。哎呀，到你们上场了，都磨蹭什么呢？我也很着急，可是送祥瑞的步摇还未送到。啊，这么大的事情，为何不早做准备？想必也快了。快了，这眼下怎么办？怎么办？等到什么时候啊？哎呀，你们几个先去候着。哎呀，快！你快点儿！哎呀，你放手！郎主，你敢耍我？今日宾客众多，这步摇若不及时送到，丢的是卢家颜面，只怕到时候郎主怪罪起郎君来。站住！想走也行，告诉我，你叫什么名字，在哪儿做事？卢公子，宋兄，找了半日，原来卢公子在此处盘桓，大家可都等着你呢。卢某照顾不周，那请。卢公子请。宋兄请。元英娘子，弄好了。谢谢母亲娘子，快去，放心吧啊。诸位，闻声刚才受舞蹈启发，有感而发，还望没有打扰到诸位的雅兴。文生公子不必自责，方才这琴声的确为宴会增色不少。后面还有更精彩的，咱们接着瞧吧。
跳得真不错。好看，这戴上贵妃娘娘赏赐的步摇，果然是气质非凡。真不要脸！哎，干什么呀？你怎么打人呢？这次礼物本来应该是我的，就因为你勾引了郎君，眼下各种好处都被你夺走了。有本事你也去争取，打我算怎么回事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明明把画的不要给他了，难道是有人相助？同为女子，同病相怜，何须互相为难？你明知道郎君的为人，原因也是迫于无奈。你不能奈郎君如何，就去欺负无辜之人。你就算作践了原因，又能改变得了什么呢？淑娘子怎么又来卢家了？这下好了，为了等她，公子连宴会都不去。他行事素有章法，此举定有缘由，着实令人好奇。明叔，陆兄，陆兄也在此。你们这是？嘘，小点声。我们是借用一对卖艺夫妻的身份才留在陆家。阿兄，方才多亏了宋公子，不然就被那罗文才绊住了。夫妻？我明白了，你们是在查有关刘显坤的线索吧？没错，还请宋兄替我们保密。陆兄放心。宋公子是来赴宴的？正是。本以为只是场无聊的宴会，没想到却遇到了你们，真羡慕你们，行事自由，不像我，每每离府还要向父母报备。羡慕我们？这世界上不知道多少人还羡慕你呢。但凡世间万物都有正反两面，宋兄行事能顾及家人的感受，也是孝心难得。陆兄谬赞，与你们一同在应府查案的情形还历历在目。这次又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宋某定会尽力。宋公子，你人真好啊！那宋公子在陆府有何事，也随时找我们。明淑娘子客气了。别客气来客气去的。你这身装扮非常衬你。是宋公子眼光好。文生公子貌似生气了，穆青娘子却还浑然不觉。穆青娘子，元英娘子，穆青娘子，谢谢你。没什么，生活不易，本就该互相帮忙。况且你也帮过我呀。同为舞姬，你为何不像其他人那样排斥我？你就是性子冷淡了些，但心地善良，我为何要排斥你啊？不过我还是好奇，你身满京城，为何要委身于粗鄙好色的罗文才啊？难道是受他所迫？我不求声名，只想独善其身。可身在贱籍，谈何容易？我和文生也出身贫寒，四处奔波，也一刻未敢停歇，只为了有朝一日能够攒够银两，不再漂泊。
曾是天涯沦落人。你猜的没错，我的确是被那卢恩才所迫。他以我阿弟的性命做威胁，我若不从，他便会害死我阿弟。所以，就算被人唾骂，我也要忍辱偷生。那你阿弟现在呢？你见到他了吗？我也不知，可他手里有我阿弟自小佩戴的玉佩，我便信了。可他若一直不让你见你阿弟，你就甘心这么一直被操控着？可我能有什么办法呢？那你可有父母亲人？先不说这些了，我且问你，今日我见你和温生公子还有一位贵公子在一块儿，你与那人貌似很是亲近，不知是你何人？他就是我以往的一个好友。那我也好心提醒你，莫与那人走得太近了，徒惹温生公子吃醋。吃醋？他不会的，他不会。那个卢三娘子绞尽脑汁跟我们清找搭话，那卢夫人呢，也是几次三番旁敲侧击，话里话外都是想与我们攀亲，连矜持二字都顾不上了。这种格调，今后他们家的家宴，我是不会去了。夫人说的极是。我说你这个当爹的心怎么这么宽呀？你不想想，万一咱们儿子真的看上了那个卢三娘子，那怎么办啊？如此肤浅之人，我是绝对不会允许他来做咱们宋家的媳妇儿的。我怎么说你呢？你这是关心则乱。咱们儿子是我从小教的，我什么眼光？哎，你自己照一照镜子，不就知道了吗？嘿，这以往中意他的那些名门贵女，你见他动过心吗？放心吧，这卢三娘子入不了他眼。也是啊，咱们清长那可是见过世面的，不是随便什么小娘子都能瞧得上的，眼光可高着呢。父亲、母亲，孩儿刚从卢尚书府回来，特来问安。你也累了一天了，快去歇息吧。你这段日子为一些杂事耽误了学业，从今天起，你每日做一篇策论，交与我过目。能得父亲亲自教导，孩儿不胜感激。正好，孩儿近日对刑赏、官制颇有些心得，好向父亲讨教一样。好啊，你先回房休息，宴会也累了。父亲母亲也早些休息，孩儿明早再来问安。他怎么变得这么懂事啊？也不过如此，比我期望的还差一点。你呀，就是嘴硬。你再多抹些。哦，好。公子，当真要每日写一篇策论？何止，今日就赶出5篇来。公子，你这是转性了？先写好备着，若不表现好些，如何让他们安心放我们出府？原来是为了陆家兄妹啊！哦，不，这定是为了陆娘子。我现在算是明白了老子的那句话：
天下之至柔，是成天下之至坚。对待刚强难化之父母，就得用治水治柔之手段，其余皆是徒劳。看起来确有效果。对了，明日你在书房帮我去几本治国方略的典籍，后日再来些为官之道的。记住，务必要让父亲看到。好。同为女子，同病相怜，何须互相为难？今日未能惩治那刘元英，奴婢再找机会便是。我没有在想此事，我是在想今日穆青娘子说的话。郎君，郎君，这是为何？我知你对刘元英心有妒忌，但你要顾及卢府的脸面。幸亏没有酿出什么大事，否则我绝饶不了你。他跟你告状了，郎君，我也是一时糊涂，所幸并没有酿成什么大错。郎君，郎君莫气了。再敢干这样的蠢事，小心我对你不客气。娘子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我嫁与他也不是一日两日了，早就习惯了。他这个人，无才无德，贪财好色，就是个败类。可家里人要我嫁给他，我有什么办法？要怪就怪那个刘元英，狐媚惑主。你要是实在咽不下这口气，明日我便找人收拾他。同为女子，同病相怜，何须互相为难？你明知道郎君的为人，原因也是迫于无奈。你不能奈郎君如何，就去欺负无辜之人。你就算作践了原因，又能改变得了什么？罢了，收拾了他又有什么意义？走了一个刘元英，还会有赵元英、李元英，有什么用？小娘子，这么晚了，是要去哪儿啊？我官人还在前面等我，我急着去找他。等一下，你官人什么身份？管他做甚？只要把我伺候好了，你还不是想要什么就有吗？臭娘们儿，你敢打我！官人，离我娘子远一点，信不信让你们卢家断子绝孙？你们两个竟敢打我！这可是卢府，我家，我碾死你们两个就像碾死两只蚂蚁一样，知道吗？恩义宴在即，人人得知我们二人是贵府特意请来的。倘若我们有任何闪失，你就不怕影响恩义，牵连贵府的名声？等恩义宴结束，我弄死你们两个！啊！你给我等着！你给我等着啊！我没事吧？没事。阿兄打得好生解气，你看他腰都直不起来了。你说。
你不去练武，在这发什么呆呢？你来的正好，我有事想问你呢。什么事儿？那个，我不知道该怎么说。神神秘秘的，你这种情况我见多了。感情上遇到事儿了呗？你就别再扭扭捏捏了。你是不是喜欢上一个人了？不可能！怎么不可能？那位贵公子一看就家世不俗，他是你的青梅竹马，对不对？贵公子啊，你忘了？我那天见过他，我还特地提醒你不要跟他走得太近，以免文生公子吃醋。哎呀，如今听到你的困惑呀，我算是明白了，这不就跟话本里写的一样吗？家道中落的女子被迫与青梅竹马分开，后又被生活所迫，不得不另嫁他人。如今啊，重逢旧爱，但身份悬殊，又受世俗礼法牵绊，只能黯然神伤。笔触顺滑不滞涩，宋公子丹青果然了得。从此处，可是能望见弄影院？那边是花园，宋公子怕是记错了。过来，公子，前几日我拿着丹青做了一幅花鸟图，公子若得空，可否帮忙指点一二？宋某对花鸟图并无研究，只怕难以指点，望娘仔细聊。待了许久，有些闷了，我去园子里透透气。不是，宋公子，闷了。你多吃点，你尝这个点心。想想往日怎么跟阿雄相处的，得赶快调整好。最近练习太辛苦了，我都饿瘦了。多吃一点。手又疼了，尝尝这个。穆青娘子哪都好，偏偏不解风情。你家官人手都受伤了，可如何自行用饭啊？啊，说的是呢，还不速速为你家官人用饭？不用了，我自己能来。行啦，我看你们啊就是太闲了。穆青娘子每天练武也是很累的，快吃饭吧。这个好吃，我尝尝这个。哎，哇，官人，张嘴。你看到了呢。哎呀，真是甜蜜啊！感情真好。没见过小两口喂饭的，真是。笑什么呢？穆青娘子见她官人手受伤，在给她喂饭呢，真是如胶似漆，羡煞旁人。好了，说个正事儿啊。叶蓉昨晚得了疾病，不能上场了。穆青，换你来补她的缺。啊，明白了。赶紧练习一下啊！3天后就要排演。3天后，这么快？虽知是在做戏，但看着他将其他男子视作夫君，心中还是莫名酸涩。若为此事，那公子就多想了。他们是兄妹，能有什么啊？也是，的确是我庸人自扰。宋公子，咱们快点把饭吃了，一会儿还要排练呢。离恩义宴还有几日，宋兄怎么今日又来卢府了？哦，我也是关心查案的进展，此案一日未完，我也是一日放心不下。我与元英娘子相处的倒是融洽，但是她对刘显坤一事讳莫如深。
我但凡提到他父亲，他就调转话题。因此，我觉得打感情牌这条路，怕是行不通了。想要让刘元英说出真相，不外乎2个条件：一，得让他确定他弟弟的安全。阿兄说的没错，这是他最在意的点。若有机会让你逃离陆文才的掌控，你可愿意？我阿弟还在他手中，我不能弃我阿弟于不顾。这么久了，你就一直睹物思人，人又不让你见到，他就这么一直控制着你，你就不怕他自始至终都在诓骗你呢？二便是要让他知道，他现在的处境不仅仅是遭受凌辱那么简单，反而更加危险，而我们可以救他。教坊司是官署，虽私下不乏官员侠妓，但这本身就是违律的。你若不早做打算，一旦事发威胁到他，恐怕他会为了自保什么都做得出。你觉得届时他会留你一命？他有权势，我身在贱籍，如何逃离？我很感激你为我着想，但你们也无能为力。利用恩印宴，他若能在恩印宴上指证卢文才，那我便有把握助他逃离。陆兄是打算利用恩印宴一石二鸟，一是解救元英娘子，二是阻止卢文才恩印入室。不错，恩印入室只看家世背景，不论才学品行，这与卖官鬻爵何异？让卢文才此等败类入朝为官，百姓岂会安乐？我从小监管恩印之事，却没发现这等司空监管之事竟有如此弊病。若国家都是卢文才之徒，国家将何以为继？这也是我支持新政的原因之一。以阿兄之意，是要我们联合元英娘子在恩印宴上将卢文才的罪行昭告于众。若能得到刘元英的帮助，揭露卢文才便更有说服力。这件事，我们与他是互帮互助，你可明白？但他觉得我们身无权势，不肯相信我们怎么办？实不相瞒，那位贵公子乃镇国公嫡孙，他若出手相助，这事定能成。他竟这么大的来头。不过，他与你青梅竹马，和我却毫无干系。他凭什么会助我？我来想办法。你已嫁为人妇，只凭过去的情分就能让他冒着得罪卢家的风险，这不可能的。请不要再给我无谓的希望。不如由我出面亲自说服他。那这要是让人看到了，免不得会引起不必要的误会。我倒是有一主意。那元英娘子怕是话本看多了，这眼下正误会宋公子是我错过的青梅竹马。这要是让他相信宋公子能为我真心付出，问题说不定就迎刃而解了。我知道这听起来有一点荒唐，你们要是觉得不妥，就当我没说过这。有助于解决难题，我当然乐意效劳。没问题，我可以配合。
听。母亲，你没事吧？这是干什么？做戏做全套。小心。是不是宋公子？好挣钱，还是一般人啊？果然有伤。我知你练武刻苦，受伤也是难免的。这药膏是特意为你备着的。来，忍着点啊。不碍事，别动，很快就好。疼吗？别看了，是吧？就是，咱不看热闹了。文生公子，元英娘子，有何事？我听闻生公子的琴曲十分动人，不知能否麻烦公子将乐谱誊抄一份送与我？好，晚些我拿给你。可我线下就需要。哎，文生公子，你们在做什么？文生公子，你不要激动，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。官人，我和他只是偶然间遇到的，我们之间真的没有什么。偶然间遇到啊？你觉得我会信吗？你现在既然嫁给了我，就不许再见他。过来，你放开他！你对他的伤害还不够多吗？母亲的心中只有我，只有我才能给他幸福。你待母亲不过一时起意，偏要做出一副情种的样子。以你的家世，你决定得了自己的婚事吗？凭他的背景，进得了你家的高门吗？凭什么给他幸福？我对他真心实意，绝无半点虚假。只要你肯放手，我愿为他做任何事，不管付出多大代价，我都会娶她为妻，给她一世安乐。你做梦！他这辈子都是我的，死了这条心。打人了啊！官人，这是。陆兄，实在是对不住，是我入戏太深。哎呀，怪我，都怪我出的馊主意。就是没想到你们演技那么好。无妨，宋兄也是为了帮助我们，我又岂会在意？多谢宋公子了。其实演戏也未必全是假的。其实，在这个故事里，即便穆青离开文生，回到世家公子身边，之后也是困难重重。再深的情谊，也终将消弭，只会落得个曲终人散、悔恨终身的结局。好了，刘元一现在已经相信宋兄会为穆青付出，眼下还需要第二步。你将这睡圣伞交给他，能不能从卢文才口中套出他弟弟的消息，就看他的。青梅竹马，至死不渝。这一切若是真的，该有多好！你怎么真的受伤了？练武嘛，很正常。我看看。不用，没事儿。
不行，先送你出府，剩下的事情我来办。都这个节骨眼了，我怎么能放弃呢？我知道你是想帮我，但是你的安危最重要，我不能看到你受到任何伤害。我知阿兄你以我为重，但阿兄一样也是我最重要的人啊。我要是现在离开了，肯定是让人生疑。况且阿兄为现实做这么多，我受点小伤算什么？谢谢你，真的。我先送东西去了，先走了。是你吗？什么情况？我是魔怔了吗？还没好啊！郎君别急，这不就好了吗？好像很不错。睡圣散，无色无味，服用后半梦半醒，口吐真言，醒来记忆全无。我弟弟现在在何处？你在卢家待了这么多日没出门，我在龙凤楼带了些点心给你。环饼、桂花糕。
这是栗子酥，这都是我最爱吃的。宋公子，你人真好。慢点。你要是再这样进来，让别人看到了，你就不怕有损你镇国公嫡长孙的名声啊？即便传出去，照故事里所说，也是我为挚爱不顾一切。在我看来，这是褒扬而非贬损，我求之不得。宋公子当真是一个重情义、有担当的好男儿。明淑娘子，其实那日说出口的，并非全是作戏。我若心悦一人，不管他何种出身、何种身份，我都会娶她为妻。何知忽知，绝不因他人眼光而改变。那也不知将来是哪位小娘子能有此荣幸。其实那位娘子就是……宋兄来了。宋公子带了好多好吃的，快来，快来坐，尝尝。多谢宋兄好意，不过此处人多眼杂，宋兄以后还是少来才是。只是送些吃食，并无大碍吧。毕竟我们还是借着他人的名头，宋兄身份贵重，难免会引人怀疑。宋兄以为呢？都兄所言甚是，是我考虑不周。我决定了，我愿意配合你们的计划。陆恩才果然在骗我，那玉佩原是他从别处得来，故意为我设套，只怪我自己傻，竟被他给骗了。那你可有打听到你阿弟的下落？他也说不清楚，之后再也说不出话来。你既已答应在恩义宴上指证陆文才，那有些事情我们就不瞒你了。所以，青梅竹马、漂泊卖艺，都是假的。没错，之所以扮作他人来到卢府，便是为了探听你父亲的事情。据我判断，你父亲当初诬陷苏先生贪墨，极有可能是被人所迫。你想怎么做？苏先生的获罪同你父亲的指证有莫大关系。若你父亲是被人所迫才遭流放而亡，你就不想知道真相吗？我当然想，但苟且尚且艰难，如何探寻真相？此事你无需担心，我定会将其查清。若能证明你父亲当时是被人所迫，或许你们姐弟也可以减轻罪责，脱出奴籍。如此一来，你也可以离开教坊司，你阿弟也不用再东躲西藏了。我相信诸位都是好人，你们如此帮我，我也应当有所回报，对你们知无不言。那便多谢元英娘子。我和阿弟从小就在老家生活，直到1年前，我俩突然被人劫持，但我不知道他们是谁，只是隐约听见他们以我们姐弟的性命，要挟阿弟去做一件事，但具体是什么，我就不清楚了。你父亲答应了？现在想来，应该就是诬陷苏先生一事。后来，绑匪将我们放了，但是我们还没有走出多远，官府的官差来缉拿我们。我引开官差，让阿弟先跑，自己却被官差抓住。后来莫名其妙就被罚为官奴，才知父亲获罪，阿弟也不知所踪。你放心，我阿兄定会竭力追查此案。这以后日子还长着呢，我们得为日后铺路才是啊。首先，就是要脱离陆文才的掌控。诸位需要我如何做？
来这边请。宋公子，来斟上一杯，斟上。来，宋公子。哎呀，贤侄能来，老朽不胜欣喜啊！尚书大人客气了，晚辈不敢当。哎呀，卢尚书面子大，郑国公府嫡孙都来了。来，举杯。诸位，犬子恩印入室，以后与诸位也算是同僚了，还要仰仗诸位多多扶持啊！卢尚书，客气了，客气了，优秀。请坐，请。卢尚书，听说今夜宴会上有教坊司明武姬刘元英表演的飞天舞，我等皆是翘首以待啊！莫急，请看。红袖含恨诉衷肠。这飞天舞不可多得，哎呦，真心诚意绝呀！为人妻离，苦自尝。心中苦楚，谁人知？这听着怎么不太对劲啊？好像是在含冤诉苦。泪湿罗衣，无处诉。娘子身上怎么伤痕累累啊？这真的有伤？你这些日子都在府里，为何会受伤啊？娘子，怎么了？安夜宴那边出事了。
既然元婴娘子受了伤，不如先带她下去好生调养。王文士，你去请大夫来，给她好生瞧瞧。是，郎主。哎，尚书大人，如此不同。这刘元婴乃是教坊司官妓，出现问题，按律理应调查备案。且此事发生在卢府，若是不调查清楚，反让人觉得是卢府失责。元婴娘子，你若不解释清楚，污了卢府名声，你可担待得起？元婴娘子，在座贵客皆是朝之重臣，国之栋梁，哪一个不能为你主持公道啊？正好监察御史也在此，陈大人您说，此事按律当如何？官奴献演期间遭遇伤害，官署有权追责。与你有关？全无关系。啊，那既然如此，元婴娘子不妨大胆说出来，我们卢府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。是卢家郎君。真是没看是啊，他趁教坊司入府排练，潜入我房将我强占，并虐待于我。我都未曾碰过，何来强占一说？父亲，他这分明是诬陷。休得胡言！有这么多贵人在场，我怎敢胡言乱语？就是卢家公子，他趁教坊司入府排练，潜入我房将我强占，并虐待于我。你血口喷人！你和卢郎君各执一词，你若无证据，反会得一个诬告之罪。可这要如何证？我知道卢郎君身上胎记的位置，他的臀部下方有一个黑色的胎记。慌什么？他说谎！诸位，我身上根本没有那样的胎记，你来的正好。诸位，此人乃我娘子王氏。娘子，快告诉大家，是这个贱婢他污蔑我。事已至此，你还要颠倒是非，迷惑众人吗？听见了吗？你颠倒是非，迷惑众人。我说的是你，卢文才。元婴娘子所言丝毫不差。丢人现眼的东西！强占官奴，对卢公子来说算得了什么？2年前，娘子身边的香云被他强占之后怀了身孕，这卢公子在孕期都不放过她，竟生生小产而亡，一尸2命。这是香云当年的验尸文书，上有凉州府官印。我听元婴娘子被你强占之后，心有不平，便在府中四处打探此事。如今这文书在手，你还有何话可说？各位，香云是我曾经的丫鬟，我也可以为此事作证。陆文才，这么多年，你到底糟蹋了多少女子？你敢做不敢当，简直畜生不如！你个贱人，你敢阴我！陆文才，我要跟你和离。卢尚书，令郎所为，桩桩件件都违背了我朝律法，不知您如何看待？哎呀，先知言重了，这其中或许有误会呀。大安律法明定，若因宴饮作乐或应酬，偶有逾矩，必待10载之上，且后为再离罪愆，方可引荐。令郎辖记罪其一，不得为官；诛奸者，徒1年半；强占香云，犯强奸罪，乃罪其2；伤香云其胎儿致死，乃罪其3。依卢尚书之意，是想徇私枉法不成？放肆！一介
区区卑贱秦师，岂有你插话的份儿？没错，小生区区卑贱秦师，上知律法威严，不容冒犯。卢尚书官至3品，岂会不知？如此看来，卢尚书是知法犯法，有意包庇，岂不是罪加一等？你一派胡言，血口喷人，胡说八道！文生公子说的没错。卢尚书，卢公子是以您的名义将元英娘子从教坊司解除，卢公子行事等同于您犯律，望您慎重处置。至于元英娘子，请您平安无虞地将其送回教坊司。监察御史大人，我说的对吧？2位公子深谙律法，所说丝毫不差。公子恩印入室之事，前途就要成了。只是这别说入室了，玉谁上之事？方玉这家管没有王法，就是还得了了？母亲娘子，听说你近日一直在院中打听郎君的为人，可有此事？娘子误会了，小女就是随口一问。我有疑问，不知是否可以诠释郎君的为人？元英娘子，是不是没想到，曾经害你之人愿意出手助你？多谢娘子。若非你把文书给我，又助我们当场指证了卢文才，此事想要如愿，只怕还要多费一番周折呢。你那日说过，作为女子，我们同病相怜，又何必相互为难？这句话我回去想了很久很久，所以才决定出手帮助你们。元英，多谢娘子。本就是我糊涂，是外子荒淫无耻，我为难你又有何用？说到底，我们都是困囚于此的苦命人。今日我助你逃脱，希望有一日，我也能摆脱这一切。好了，元英娘子已经可以重返教坊司了。娘子保重。父亲大人，父亲大人，我是恩印无望，可是仕途您不能不管呐！都怪王氏那个贱人，他真是落井下石啊！父亲，他还要与我和离，明天我就休了他。孽障！你岳父即将接任吏部尚书，如今你恩印无望，唯有科举意图可行。若是和离，且不说得不到你岳父的相助，他不与你设伴就已经是万幸了。你要是连自己的娘子都留不住，就别当我卢家的子孙，给我滚回乡下祖宅，终此残生！娘子，是我错了，都是我的错。不要和离好不好啊？或者你骂我，再不行你打我，打，使劲打。你不是早就嫌弃我人老珠黄了吗？都是我嘴贱嘛！娘子的美貌，岁月未见分毫啊！
只要不合理，以后这房中所有的事都由娘子做主，可好啊？好啊，我要你把你名下所有的产业都转给我，我还要你写一封悔过书，把你之前所有的罪责都尽书纸面，签字画押。此后你在外如何，我不管，但在这个府内，你不可胡作非为，扰乱我的心情，否则我即刻与你和离。那是自然，那是自然，理当如此，理当如此嘛。那我们早些歇息吧。你出去吧。好，好，我出去，我出去。娘子，早些歇息。娘子，您当真不和离了？今日之事，其实我爹看得一清二楚。即便如此，他还是来信告诫我，要恪守本分，要顾及家族的荣耀和面子，不要任性妄为，万万不可合理。为何不可？爹爹马上要晋升了，如果现在出现什么风波的话，他怕会连累到他的前程。我若执意合理，恐怕从此以后我在我的娘家就会被视如草芥。虽然不能和离，但我再也不会像以前一样忍气吞声了。我要开始为自己打算，我要把府中的一切都握在我手里。香雪，你把他的东西一会儿都收拾到偏房，以后这个主屋是我们的。好。从刘元英的口供来看，定是有人用他姐弟的性命威胁刘显坤，让他诬陷苏先生。刘显坤为了保住一双儿女，只能妥协。依此，苏长华之案确有疑点。本王一言九鼎，待本王上任之后，一旦时机成熟，便立刻上书官家，重查苏长华贪墨案。多谢瑞王。这个放在门口出门处，辛苦了。这个放在屏风后面。这桌子放这2楼。小心点，别磕着。母亲娘子，娘子，娘子，没想到这么快又见面了。是啊，见到你我很开心。其实，我叫明淑，事前是事出有因才做了回武姬，还望娘子莫要追究。娘子爽快，我也不想问那么多。啊，对了，这家店啊，这是我刚刚盘下的铺子，我想开个首饰店。如果娘子日后有空，常来小坐。说真的，我是真的羡慕你，可以自己决定自己想要的生活。你也可以啊。你说我？看着点啊，台阶。虽然离不开宅院，虽然周遭不尽人意，但那又如何？如果只看到眼前，自然是不会快乐的。但人活着，又不是只为了吃苦，总要在其中找些乐子。乐子？像做生意、吃饭、睡觉，对我来说都是开心的事。有时候我也挺羡慕你们大家闺秀的，像琴棋书画、茶艺、香艺，样样精通，哪一样不是让人陶醉其中的事儿啊？其实你说的，好像有些道理。我自小喜欢琵琶，但自从嫁入卢府之后，就没怎么碰过。
从今以后，我也不想再关注周遭那些不堪，我也要想想我自己到底喜欢什么。谢谢你。阿娘，哎，你在给右相李奶奶缝衣服啊？是啊，李老太岁数大了，神志不清，我们能帮一把是一把。哎，别站着了，走啊。阿娘秀艺精湛，可这些年却只能在家中接些零散小活，我也是屈才了些。女子在外抛头露面不易呀，阿娘能够把你俩拉扯大，就心满意足了。可是今时不同往日，女儿即将执掌花郎阁，而阿娘的手艺也可不再拘泥于家中。你可愿意相助于我，为花郎阁品鉴绣品？这个，阿娘身居宅院多年，恐怕不能胜任。哎呀，阿娘放心，女儿绝非任人唯亲，而是深知阿娘的手艺。这京城之中，有多少像阿娘这般才艺出众的女子，困于家中不得施展才华？还望阿娘多多发掘她们，让她们不再囿于一方宅院，使她们手中的技艺不再蒙尘，而是得到世人的赏识和铭记。好，有你这番话，阿娘什么都不怕。哎呀，阿娘，你是答应我啦？阿兄，阿兄在写恩印的弊端。历经卢府一事，不如化愤懑于策论。找阿兄有事？我这几个牌匾的样章，我怎么看都不习惯。这花郎阁的招牌要让阿兄来写。我帮你写没问题，可是你身为掌柜的，难道就不想自己写？我又不是书法。元英娘子啊，还好遇见了你，不然还不知道被卢文才骗到什么时候。他也是无奈，身处贱籍，欲寻阿弟也是无人相助，惨遭恶人利用了。他和我一样，都是在困境中，幸好遇见了你。你这么说，我不成救苦救难的活菩萨啦？就你嘴贫。不过啊，这件事呢，给了我一些启发。自古以来，男尊女卑，礼教森严，很多女子遇到困境都求助无门。若是我们花郎阁能承接一些力所能及的委托，帮助困厄女子排忧解难，岂不是能帮助更多人摆脱困境啊？是个好主意啊！我们可以给花郎阁打造成一间女人社，
凡入社者皆为姐妹，遇到好的事情就可以一起开心，遇到难处呢可以共同谋划，也可互相想想解决对策。如此甚好，一拍即合。对了，我还有件事想问。什么事儿？我崔黎先生亲制的风水石，本需半年后方得入手，他竟慷慨地将私藏转手于我，真是幸哉快哉。不好，狼主来了！狼主，父亲。父亲，我今日读史颇有心得，盼父亲指教。有时来我书房就好。是。公子，狼主走远了。我觉得此事是你想多了。你之前受伤失忆，往事尽忘，因此消散了不少你和你阿兄之间的兄妹情。所以阿兄对于你来说呢，和寻常男子没有什么区别。在这之后，你又和你阿兄假扮夫妻，过于接近，这才让你对他有了异样的情绪。真是这样吗？我觉得这事儿呀，没多大事儿，你就放宽心，别钻牛角尖了。不过话说回来，你俩长得的确不太像，万一真不是一母同胞的兄妹呢？曾与蒿梨同雨露，终随松柏到冰霜。这是临川先生的诗。我何时背过他的诗？你若是喜欢青竹，我这就让人给你载到家中去。啊，不用，不用，我就是有感而发。小心点儿，哎，这个有点重。明淑娘子，元英娘子，你找我何事？我突然间想起来一件事，不知道对苏先生一案有没有帮助？请说。我近日回去细想，记起家里女仆曾说起，苏先生被带走之后，简氏金铺的东家简金海找过我父亲，还将他臭骂了一顿，似是在为苏先生鸣不平。不知道他知不知道什么线索？看来简金海与苏先生私交甚笃，我会将此事告诉阿兄。还有，之前你在恩义宴上为指证卢文才，不惜忍痛自伤，真的谢谢你。我那也是自救，这件事啊，多亏了你们。能想到女人社和这些奇思妙想，你可真是兰心慧性，可亲可敬。我虽身在教坊司，也愿为女人社尽绵薄之力。不知明淑娘，求之不得。